索隆一刀直接重伤了霍迪，但同时自己也耗尽了最后一口氧气，眼看就要撑不住了，便拼命向水面游去。霍迪手下的鱼人一看，这个人类剑客多多少少有点强，不使用点卑鄙手段，恐怕是赢不了。于是集体服下凶药。吃完凶药后，鱼人族力量暴涨，力量增强起码20倍，双眼呈恐怖的血红色，疯狂地扑向索隆。索隆在距离水面不远的地方被鱼人族抓住脚踝，行动不得，没办法，只好回头再战。但是氧气严重耗尽的索隆无法再使出大招，只能艰难的防御。不过就算吃了凶药的这些鱼人族小喽啰，对战极度缺氧的索隆也很难战胜，只好进行车轮战，轮流消耗。索隆拔出秋水，使出一刀流36烦恼风，暂时击退了鱼人族，自己奋力游动，终于浮出了水面。鱼人族叛党被击退后，很快聚拢过来，继续袭击。他们将尼普顿军的士兵一个个拖入水中残杀。尼普顿给了乌索普一个制作泡泡的珊瑚，此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这些所谓的精锐部队，在那些鱼人族叛党手下根本不堪一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些强大的又不像坏人的人类海贼身上。他让乌索普等人抓住自己的身体，自己则潜入水中，使用大招人鱼柔术超级海流，打退了包围过来的鱼人叛党，顺便打出了一条快速通道，让手下的卫兵们通过海流通道逃出龙宫城。不过这时比较拉胯的一幕出现了，尼普顿打出大招后消耗尽了自己的力气，加上自己身上已经受了伤，跑不动了。此时索隆等人还挂在他的身上，知道泡泡的珊瑚被海流卷走了，无法使用。索隆强憋着一口气，就等着尼普顿带他们撤退。没想到尼普顿关键时刻突然不行了，这样下去自己不战死也得被淹死。关键时刻，尼普顿的坐骑鲸鱼游了过来，尼普顿拉住鲸鱼身的绳索，鲸鱼带着尼普顿乘上海流向外逃命。不过没跑多远，就被满血复活的霍迪紧紧擒住，动弹不得。霍迪被索隆砍成了重伤，吃下了凶药之后，瞬间兽性爆发，精神极度亢奋，战斗力飙升，紧紧抓着尼普顿的尾巴不肯放手。尼普顿只好放开鲸鱼，让他先行逃命，自己连同索隆3人留下来对抗霍迪。此时的尼普顿自身难保，如果和怒气值爆满的霍迪对打，保证得被砍成渣。他让手下的3位卫兵去叫3位皇子来增援，自己则直接放弃了抵抗。而布鲁克在海水中根本没有战斗力，没有氧气罩的索隆自己都难以维持，更无法反抗了。只剩下乌索普一个人，也不可能打过这些鱼人，只好跟着尼普顿一起乖乖投降。海之森林，罗宾到达这里后和弗兰奇打了声招呼，随即自顾进到森林里去探秘。过了没多久，干倒了贩毒的路飞，随着白星一起乘坐宠物鲨鱼，带着乔巴、小巴和山治一起到达海之森林。看到桑尼号没有大碍，路飞悬着的心放下来，同时也看到了久违的海峡慎平。慎平见到路飞后很高兴，但瞄了一眼旁边的白星公主后，慎平惊得大叫：“这个超大鱼人不是应该被软禁起来了吗？”更让慎平震惊的是，原本应该和阿龙一起被抓的小巴，居然也在鱼人岛，而且还身负重伤。慎平一头问号，自己不在鱼人岛的这段时间，鱼人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几个人正聊着天，路飞突然察觉到有凶器飞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将一把斧子从空中拦截下来。范德还真是不死心，这一路上扔了数十把斧子，好在路飞十分靠谱，一一将凶器拦截下来，保证了白星的安全。海之森林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然而白星想要来到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母后一姬王妃的墓地就在这个地方。10年前一姬王妃去世，范德戴肯一直纠缠着白星公主，白星公主连一姬王妃的葬礼都没有参加，为了躲避范德，在硬壳塔度过了10年的时光，直到今日在路飞的保护下才第一次来到母亲的坟墓前，和已逝的母亲说心里话。这时娜美和凯米乘坐公交车也赶到了，山治见到娜美就跳过来，一边旋转一边打招呼，大概是人妖血的作用，此时的山治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不论是见到白星还是见到娜美，都不会夸张的喷射鼻血了。路飞对龙宫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还在盼着宴会开始呢。娜美向路飞和慎平讲述了龙宫城的情况，路飞脸色严峻，追问索隆他们的情况。娜美摇摇头，她离开后龙宫城的事情她一无所知。白星听说父亲被抓，急得大哭。慎平安慰白星不用担心，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将国王救出来的。白星听到慎平这样说，这才放下心来。在白星心里，只有海子的慎平比龙宫城的卫兵靠谱许多。事实也是如此，从来只会打嘴炮的尼普顿2个大臣，除了依靠海贼救国，根本没有别的办法。现在龙宫城发生的霍迪一伙人暴动事件，比2年前阿龙事件还要严重。
霍迪就是受阿龙的影响才有这些行为的。提起阿龙，慎平看娜美的眼神都变了。对于阿龙在东海的行为，慎平多少听说过一些，他心里对草帽团，尤其是娜美有许多愧疚。而对于阻止了阿龙的路飞等人，慎平也十分感激。紧接着，慎平道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2年多以前将阿龙流放到东海的，就是慎平自己。提到阿龙，娜美就会回忆起自己曾经那些痛苦的回忆。曾经幸福的生活，随着阿龙一伙人的到来，变成了地狱。阿龙霸占整个岛屿，疯狂压榨村民，滥杀无辜，无法无天。自己的母亲就是死在阿龙的手下，自己的家乡也被阿龙摧毁。如果没有路飞一行人插手，恐怕自己现在还在被阿龙奴役着。娜美对阿龙的恨意从来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阿伦不论有什么结局，娜美都不会觉得可怜。然而在2年前，娜美第一次到达香波地群岛的时候，亲眼看到凯米被人类抓捕贩卖，她震惊了。没想到强大的人鱼和鱼人居然也被人类残害着。更令娜美惊愕的是，香波地群岛奴隶贩卖乐园居然和曾经阿龙的大本营一模一样。小巴告诉娜美，在他们小的时候也曾经向往过人类的世界。虽然鱼人岛后来成为世界政府的加盟国，但是人类一直歧视着鱼人。大海贼时代开始后，鱼人岛涌入大批的人类海贼，他们四处烧杀掠夺，进行暴乱活动，最后将鱼人岛占领。直到后来，四皇白胡子插手鱼人岛，宣布鱼人岛从此由白胡子海贼团罩着，这才把鱼人岛拯救出来，结束了鱼人岛的噩梦，让鱼人岛慢慢趋于和平。鱼人岛的混乱虽然平息了，但是并没有改变人类对鱼人的歧视。人类和鱼人的关系从来没有改变过。多年后，鱼人岛出现了2个改变鱼人族历史的人物，一个就是一姬王妃，也就是白星公主的母亲，她四处游走，不断地劝说岛民与人类友好相处；另一个就是奴隶解放运动的英雄费舍尔泰格，他不断地呼吁要与人类决裂，触犯了世界的禁忌。之后，泰格单枪匹马袭击玛丽乔亚，救出了鱼人族奴隶，组建太阳海贼团。时至今日，维护一姬王妃的和平派以及维护泰格的激进派一直互相纠缠，到底谁是正确的，很难说清楚。尼普顿的军队们在国王的掩护下成功逃出了龙宫城，大家纷纷表示，居然把国王留在里面等死，自己却跑出来，很不甘心。但是又没人敢回头去救国王，只能原地空喊几句口号来表表决心。喊口号这会儿，没人比得过右大臣海马哥。为了显示自己不是无能，他自我安慰道：“我们不是逃命，只不过是暂时的撤退。只要我们重整兵力，一定要重新杀回龙宫城，救出国王。”吹牛总是容易的，而现实是，如果没有草帽团，鱼人岛已经就此换主人了。此时，在鱼人岛的各个主要城市，霍迪水的干部们分散在各处进行大肆的破坏，而且他们在做一个极其幼稚愚蠢的事情，那就是逼着鱼人百姓用脚踩一姬王妃的相片。一姬王妃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主张鱼人与人类友好相处，与霍迪等人仇恨人类的激进派是敌对的。所以霍迪的手下就认为，如果有人不敢侮辱一姬王妃的相片，就是想要亲近人类的和平派，就是他们的敌人，要被他们逐出鱼人岛。就在大家热火朝天的搞着迫害的时候，沙星王子赶到其中的一个城镇救下居民。2年多以前，当路飞和索隆、山治等人第一次来到纳米的家乡可可西亚村，见识了阿龙的暴行后，一度对当时任职七武海的慎平心存敌意。有传言说，鱼人族海峡慎平就是因为将阿龙流放到东海，才获得七武海的位置。山治也一直认为阿龙的所作所为幕后的黑手就是慎平。然而事实却更加复杂。16年前的鱼人族与人类有着很大的隔阂，以及王妃每天都在国家的各个地方宣传，鱼人族应该主动接近人类，了解人类，消除误解，而不是被动的等着人类理解鱼人族的那一天到来。即便当时鱼人族惨遭人类破坏，经常有人鱼被人类海贼绑架贩卖，但是一姬王妃始终坚信，他们遇到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偏激的人类，陆地上一定有善良的人类存在。一姬王妃的梦想就是将鱼人岛移居到人类居住的陆地上，与人类共同生活。她希望得到鱼人岛居民的支持，向世界政府发出移居申请。虽然一姬王妃深受国民的爱戴，但是提到移居陆地与人类生活在一起，鱼人族们心里还是十分顾忌，没有人响应一姬王妃的号召。当时任职尼普顿军卫兵的慎平对一姬王妃的行为十分不理解。那个时候，慎平的出身地鱼人街开始变得混乱，成为了不法分子的聚集地。费舍尔泰格是当时鱼人街的首领。不久之后，泰格以冒险家的身份离开了鱼人岛。除了慎平，同为鱼人街出身的阿龙、小巴等人都成了地痞海贼。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来到鱼人岛的人类海贼，而慎平对他们所做的事情颇为不屑。
不久之后，出海冒险的泰格回归渔人岛，带回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决定发起解放奴隶的运动。这件事事关重大，解放奴隶意味着要与世界政府为敌，甚至有可能会波及渔人岛。但是泰格已经无法回头，他在冒险的过程中看到了太多的奴隶遭受非人的折磨，也见识到了人类的残暴。他根本无法做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良心才会有安慰。天生拥有见闻色霸气的一级王妃听到了泰格内心深处的撕心裂肺的悲鸣，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止泰格的行动，于是放任他而去。之后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泰格袭击了玛丽乔亚，对天龙人出手了。他解放了被天龙人抓起来的奴隶，被世人称为英雄，却被世界政府列为重大罪犯。这件事发生之后，慎平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卫兵的身份，与阿龙、小巴等愚人界的不法分子们一起响应泰格的号召，加入了海贼的行列。泰格在所有人的身上烙上了太阳的烙印，掩盖奴隶的印记，太阳海贼团就此成立。一级王妃依然每日到处演讲游说，希望渔人岛的居民支持自己，能够放下恩怨和芥蒂，接受自己移居陆地的决定，和人类友好相处。不过和一级王妃的这种和平派思想相比较，冒险家泰格与人类决裂的行动更深得鱼人族的心意。通过奴隶事件，鱼人族看到了天龙人的暴力，人类的统治者都是这副模样，人类想必也不会有好人。鱼人岛的居民们几乎无人在支持一级王妃，他们经常谈论的是泰格和太阳海贼团的英雄事迹。泰格的事迹也影响到了下一代鱼人族，霍迪等人深受太阳海贼团的鼓舞，对人类更加仇恨，梦想有一天能够像太阳海贼团一样将人类赶尽杀绝。人类海军将太阳海贼团列为重要通缉对象，四处追捕。然而就算太阳海贼团已经名震世界，依然无法改变人类对他们深深的歧视。海军围捕太阳海贼团最常说的话就是区区愚人竟敢反抗人类。那时候成为海贼的慎平亲眼看到了这个世界颠倒黑白的黑暗面，人类买卖奴隶、践踏生命的暴行被正义的海军维护着，而解放奴隶的泰格和太阳海贼团却成为重大罪犯。如此毁灭三观的事情，让愚人族对人类怎么可能放下芥蒂呢？慎平对一级王妃宣称的和平更加抵触，与被逼无奈对抗人类的泰格比起来，阿龙和慎平是真正的仇恨人类，不仅仇恨人类的暴行，更加仇恨人类对愚人族的歧视。在对抗海军的时候，泰格是将海军打退即可，而慎平和阿龙却要将敌人赶尽杀绝。这件事让泰格非常生气，狠狠地教训了二人。如果杀人，愚人族就和残暴的人类没有区别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并非是对人类歧视愚人族的历史产生报复，而是为了贯彻解放自由的思想。太阳海贼团永远不可以抱着复仇的心态对人类进行报复，如果是那样的话，愚人族也会遭受人类的报复。如此报复，愚人族的后代们将会继续活在恐怖的杀戮之中。泰格向众人宣布太阳海贼团最后的底线，只抢劫财物，不杀害任何人。泰格的思想得到慎平的认知，但是骨子里就带着残暴因子的阿龙却极为反感。他一向主张杀光人类，只要变得更加残暴，让人类对愚人产生恐惧，就不敢报复愚人族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泰格大哥居然不明白。太阳海贼团作为世界政府通缉的重要犯人，被逼无奈，日复一日的战斗着。直到有一日，他们在某个岛遇到了一个人类孩子，与那些愚人一样，这个人的孩子曾经也是奴隶，是泰格发起的奴隶解放运动中被救出来的一员。不过孩子的父母在很遥远的海域，普通人是没办法穿过茫茫大海的。岛上的村民们请求泰格能带着孩子一起将孩子送回父母身边。阿龙对于这个人类的孩子十分讨厌，一拳将孩子打倒，然后接下来孩子的动作震惊了所有人。他一声不哭，他一边擦拭留在甲板上的血，一边不停地道歉。奴隶的生存方式已经在孩子的身上根深蒂固，在他的认知里，大概认为只要哭一声或者停止打扫就会被杀死。泰格看在眼中，默默地将孩子带回屋里，狠下心来将孩子的后背烙上了太阳海豚的印记，遮盖了他原本的奴隶标志，并且当着孩子的面扔掉了武器。他告诉孩子，不要将这伙人和天龙人混为一谈，他们谁都不会杀，并且一定会将他平安地送回父母的身边。孩子忍耐已久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我是谢木君，咱们下期见。